黄总现在不在。他在哪儿？他在哪儿？我怎么会清楚呀？您要找黄总，得先预约一下。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唐豆豆，找我有事吗？我要知道真相。真相？什么真相？那场比赛的真相。那场舞蹈比赛，我们的冠军是你出钱买的吗？对，我是出了钱。我出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你们真实组合的名次。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插手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人出钱去买这个冠军，买来的冠军我们不需要，不需要。过去我出钱支持你们训练和参赛是公司行为，因为你们是盛源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后来我出钱让你们夺冠，是因为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我的老板，我跟随他20多年，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知道他非常爱你的母亲，他也非常爱你，但是为了他的事业和家庭，他不能和你们母女相认，他独自忍受了20年的痛苦。可这些和我们的比赛无关，和我们的冠军无关。时代公司肯定出了大事儿，盛源公司的黄老板现在非常想知道他们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时代公司发生了什么，我怎么知道？盛源公司想知道那些事情，也不应该来找我。因为你是时代公司老板的贴身管家，贴身管家只负责照顾客人的起居生活，绝不过问客人自己的事情。而你恰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所以盛源公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这对你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想你没有理由加以拒绝。盛源公司希望得到什么帮助？说服金志爱放弃那个项目。我用什么方法让他放弃这个项目？你可以告诉他，时代公司想要的那块地皮人口密集，拆迁会碰上很多麻烦。你还可以告诉他，在那个地皮上建造公园，环保部门也会反对。你可以告诉他，
这个项目是对城市的一个破坏，那儿的老百姓会因此无家可归。其实你可以找出很多这样那样的理由，我相信你完全有能力说服这个女孩最终否决这项投资，除非你诚心插手不管，诚心回绝人家的抬举。我只是万城大酒店的一名职工，我只是酒店客户部的一名贴身管家。你说的这种事情，已经超出了一个贴身管家的岗位职责。盛源公司很快就要成为万城大酒店的股东了。如果你肯做这件事情，就等于帮助了万城大酒店的股东。保护股东的利益，也是我们每一个职工的职责。他做他的股东，我做我的服务。在贴身管家的岗位职责中，我的工作范围都有详细描述，并不包括你所说的这些事情。难道你一辈子只想做服务？不，没人希望自己一辈子原地踏步。我希望我的事业能有成就，我希望我能有一个更好的前途，但我需要得到真实的成就，我需要有一个真实的过程。你想要的成就唾手可得，但可惜已经永远不会再有你要的真实。你已经帮助盛源公司的人进入金寨的房间，帮他们搞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盛源公司为此也给你了一定的回报，这个过程非常真实。难道你已经忘了？你告诉盛源公司，你告诉那个黄老板，我并不想让他任何回报。从今以后，我自己的路不管多难，我自己去走。可他们已经回报了，你已经走上了他们所指定的道路。你母亲靠盛源公司的钱活了下来，你的女朋友也刚刚和盛源公司签了广告合同，盛源公司也会因为你的帮忙而对她给予大力的支持。这也是对你投桃报李的一种回报。你想把自己洗脱干净，已经晚了。这种事我以后不会再干了。我不会再干了。上船容易下船难，你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走50步还是走100步，还有什么区别吗？我母亲这病的钱，我会还给盛源公司的。不用你还，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帮忙搞到的那些文件价值连城，足够救你母亲5条命的。童经理，我刚刚进入万城大酒店的时候，你是我心中的一个偶像。你懂业务，有经验。我希望我能像过去那样尊敬你。就说你现在不尊敬我了？我尊敬依靠正当途径向上发展的人，我尊敬对自己的职务诚实守信的人，我尊敬依靠能力、勤奋和忠诚获得成就的人。你的理念非常好，没有错。唯一可惜的是有点过时了。我过去和你一样，相信能力，相信勤奋，相信忠诚，相信靠这些就能获得成功。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变了，人们只关心你是否成功，不在乎你采用了什么手段。那些靠行贿受贿爬上去的官僚，那些靠偷税漏税发了财的商人，那些靠抄袭剽窃炒作出了名的知识精英，他们的手段很多人都知道。可他们一旦爬到了那个高位，得到了名义和金钱，他们一样受人尊重，一样高人一等，一样被这个社会所承认。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胜者王侯，败者寇，手段没人在乎，谁达到了目的，谁就是强者。
这就是现实。早上好。昨天晚上没睡好吗？不要紧。潘，你能给我换个房间吗？除你之外，我不想再见任何人了。现在吗？对，现在。好的。你喜欢什么样的房间？我喜欢什么样的房间，由你替我决定。好的，我马上去办。潘，我太慢了，你可以给我找一些轻松的书或者画册来吗？帮你拿上去吧。啊，不用了，我自己能拿，你回去吧。拜拜。拜拜。早餐你好像吃的很少，今天的煎蛋我看你只吃了一点儿。明天要不要让厨师给你换成饺蛋或者蛋包？哎，你看，这个胃也很白呀，有点像我的血胃。不像。你看，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这个是文殊菩萨。他是负责什么的？他是负责智慧的吧？智慧。潘，你智慧。我？不，
我最傻了。你小？不，你非常智慧。算了，反正你也搞不懂什么是智慧。蔡龙， Leave the hotel. Your enemy will take you back to Korea as a mental patient. 우리 시대회사 회장님께서 병세가 위독해 하루빨리 교육해야 됩니다. 我们时代公司的董事长现在患有严重的疾病，需要回国治疗。 당신이 우리 회장님과 제일 가까운 사람이니 교육할 수 있도록 설득해 주십시오. 我们知道你是他的贴身管家，也是他现在接触最多的人。我们请求你配合我们，劝他回韩国去。 우선 우리가 회장님을 만날 수 있도록 설득해 주십시오. 당신은 회장님이 제일 믿는 사람입니다. 제발 부탁드립니다. 请你说服他立即和我们见面。听说他现在很相信你，所以这件事情请你多帮忙。请问他患了什么疾病？ 회장님께서 무슨 병에 걸리셨나요? 정신병이라고 말해. 精神病。是经医生确诊过的精神病吗？ 정신병으로 확진을 받았습니까? 아니 정말 몰랐단 말입니까? 회장님께서 근심 걱정이 많고 때때로 충동적인 성향을 보이고 있어요. 우리를 만나려고도 하지 않는데 이게 무슨 정신병이 아니란 말입니까? 难道你没有发现他非常多疑、冲动、举止异常吗？他连我们都不肯见面，难道这不是病态的反应吗？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病，他到中国是来休息的，所以他不想见你们，不想听你们谈公司的事情。 저는 회장님께서 무슨 병이 있다고 생각하지 않습니다. 회장님께서 중요한 목적은 휴식이기 때문에 회사 일을 듣고 싶지 않을 뿐입니다. 이 사람이 이렇게 감히 무례할 수가 있나? 너 나한테 웨이터일 뿐이야. 이렇게 감히 무례해도 되는 거야? 말도 안 돼 이거. 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讲话？你只是一个服务员，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太不像话了。 이 사람 이렇게 해도 되는 거야? 정말 너무하는 거 아니야? 这个服务生太不像话了。对不起，林先生，我们的服务生只是想把他的感觉向您报告，并无恶意，请您不要介意。如果他的言语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您多多原谅。 죄송합니다. 이 웨터는 단지 자기 느낌을 말씀드린 것뿐입니다. 악의는 없는 것 같습니다. 우리 웨터가 실수를 했다면 많이 이해해 주기 바랍니다. 이 사람이 나한테 그렇게 말할 권리는 없다고. 他没有权利这样对我讲话。你先走吧。林先生，你先离开。
对不起，那我先告辞了。 당신은 호텔 측 직원들이 너무 제멋대로입니다. 호텔 측에 의해서 우리 얘기를 순순히 따르라고 얘기해 주십시오. 당신 만승호텔의 VIP라는 점을 잊지 마시기 바랍니다. 你们的员工太不配合了，我希望你们饭店方面能够指令他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我们直代公司是你们万盛大酒店的重要客户，希望贵店能重视这件事情。林先生，请您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我们会尽快给贵公司一个合理的答复。 조급해하지 마십시오. 이 사건이 처리되는 대로 연락을 드리겠습니다. 你没有权利这样回答客人。这件事情究竟怎么处理，只能由领导决定。你无权当场拒绝客人的要求。现在客人非常恼火，公关部正在做工作替你善后。客人已经投诉到总经理办公室去了。潘一龙，你太自负了。我无法预测这件事情上级会怎么处理你，你自己做好准备吧。 看来194房很快就要空出来了，很快就要有新的客人住进来了。等这位韩国大小姐走了之后，你恐怕也该离开这座酒店了，除非上面有哪位股东帮你美颜。你是潘玉龙吗？请找总办去一下。关于时代公司的这个要求，从道理上来讲，饭店方面 必须积极配合。1948房的这位客人在我们这里住了很长的时间，在给饭店带来收入的同时，也确实带来很多麻烦。何况时代公司希望送他回国治病，我们也无权干预，无权拒绝。 你必须承认，你不是医生，我们谁都不是医生，我们不能确认他有病还是没有病。他应当回国去医院接受检查，万一他真的有病，就应当尽早就医，而帮助他的公司说服他回国。对我们饭店来讲，也许 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何总，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相信我，但是我必须说出我的看法。说，这不仅是对客人，也是对我们酒店负责。这个客人根本就没病，他的一些反常表现，实际上都是正常反应。 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要面对的家族斗争，你死我活。他的秘书几天前也突然死了，他坚信他是被人谋杀的，所以他很害怕。他进山，躲到庙里去，只是想保护自己。他甚至产生过离俗出家的念头。喂，是，他在这儿。什么？ 客人现在就要换房吗？好，好，好，我知道了。现在客人叫你去帮他换房，前厅部已经准备好了1513房，你先去吧，不管他有病没病，你都要设法先稳定他的情绪。 下一步究竟怎么办？饭店研究一下再说。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何总，从我第一天学习酒店管理的那一天起，就不断有人告诉我，酒店应该是客人最安全、
最舒适、最自由的家。我从事酒店管理工作30年了，请相信我，我一直致力于此。挚爱小姐，你要用下午茶吗？我要离开这里。这么说，他不愿意配合。他这人很犟，很难说服。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金挚爱最近突然提出要去黄河旅游，限期不定，可能1周，可能1个月，也可能时间更长。什么？要去旅游？我们酒店旅游部已经被受命负责安排这次旅游的全部行程计划。你们酒店旅游部会派人陪他一起去吗？我听说陪金挚爱一起去的3个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导游，还有一个就是潘玉龙。潘玉龙？
周董，还真让你猜着了，确实有件很要紧的事儿想求你帮忙。要我帮什么忙呀？什么话电话里不能说呀？都几点了还把我叫出来？其实这事儿呢，也不是我求你，是盛源公司求你。盛源公司求我干嘛？想求你帮忙找找阿龙。阿龙，让你劝劝他，帮盛源公司一个忙，办点事儿。烦不烦呀他们？上次我不是已经帮他们劝过阿龙了吗？阿龙不是也帮过忙了吗？那是，盛源公司对阿龙上次帮忙非常感激，那人这次不是想让阿龙再帮一次吗？再帮什么忙？你跟阿龙说，让他劝劝他那个女客人，放弃银海开发区的投资计划。女客人，就是那个女老板。对，那女的是时代公司的大老板。现在呢，时代公司跟盛源公司都在争取银海开发区的投资项目。现在这个女老板呢，非常信任阿龙，阿龙说什么她就听什么，特别是对中国的事儿，她什么也不懂，只能听阿龙的。其实这事儿也很简单，你就让阿龙把咱们银海说的差一点，什么拆迁不好拆呀，什么环保部门反对呀，再有就治安很差呀，等等等等吧。总之，让他认为只要是把钱投进来就必赔无疑，那就一切 OK 了。咱们银海的治安不挺好的吗？你看，这不是让阿龙这么跟他说吗？我现在又找不着阿龙，再说了，他们让阿龙帮忙，直接找他不得了吗？找了，他不干。为什么不干？这阿龙跟你是一模一样，死轴脑袋。他跟人家说他是干酒店的，不是做间谍的。那也许这事儿阿龙真的干不来呢，那何必勉强他呢？所以这人家不是让我来求你了吗？别的不说啊，咱们这次参赛，人家盛源公司给了不少帮助吧？咱们中国人可是讲究一报还一报的，所以人家的忙咱不能不帮。阿龙这个人呢，也只能你去劝他了。你跟他说，帮了盛源公司这个忙，对他将来是大有好处的。盛源公司现在正准备收购万盛大酒店50%的股份，那将来就是他的老板了。他帮人家的忙，不就等于帮自己的忙吗？我了解阿龙，他是想靠自己的实力跟实干来证明自己。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要的是一个真实的荣誉，一个真实的成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你们就非不信。现如今完全真实的事情有吗？没有。就算有，怎么那么好运就让你们给碰上了？我知道生活中虚伪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相信真实的东西是存在的。我们这次拿的全省冠军不真实吗？难道不是我们拼出来的吗？我们这么多天，我们怎么练习的你是看到的，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你们练得很辛苦，但我承认，很真实。但是你们拿的这个冠军，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可瞒你的了。你们拿的这个全省冠军，可不是十分的真实啊。我们的冠军怎么不真实了？那是我们靠努力而得来的。比赛现场你看到了，观众和评委的反应你也看到了。老刘，那天我们发挥不好吗？你说我们那天怎么？豆豆，你以为练得苦、发挥得好就一定能拿冠军吗？艺术比赛跟体育比赛不一样，谁好谁坏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算是体育比赛，还有吹黑哨的呢吧？黑哨，我知道。可是吹黑哨，观众是看得出来的。而且靠黑哨赢球的人会招骂的。那天，行了，评委鼓掌，观众鼓掌，那是鼓给你们一家的。人家0旋为6跳得差吗？你们跳踢的，人家跳现代，根本是完全不同的评审体系，凭什么冠军就给你们了？我实话告诉你，你们这次拿的全省冠军是人家盛源公司黄老板花钱买来的。没有人家黄老板的钱，冠军根本就不可能是你们的。
公司客人的旅行安排，我们已经和彭河的当地旅行社谈好了，我们没有透露客人的身份，但要求所有的食宿行的规格一律按最高级别安排。从银海出发是乘坐 CA989次航班，客人特别提出要求，要他的贴身管家和他一起乘坐头等舱。这次航班直飞彭河，由当地的旅行社负责接机，住彭河的旅游度假村。这个度假村是5星级的，设备设施和管理水平，过去我们安排客人的时候都考察过，应该没有问题。日常的饮食由客人自己选择，客人肯定不需要旅行社的宴请。反正我们的管家也在，想吃什么我们都可以安排。在当地的出行车辆也由旅行社提供。我们这边呢也配备了个医生随行，我们医务室的医生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样加上导游、贴身管家、客人，这个团一共4个人。到达当地后，加上旅行社出的一个地方陪同，加起来也就5个人。估计客人在费用方面不会有任何的计较。这次行程我们已经按照何总的要求，对外完全保密，不管是住宿还是路线安排，知情的范围很小。我们旅游部就我和小赵知道。关于费用的问题，客人确实没有什么计较。我们把报价交给客人的时候，客人连看都没看一眼。我们已经用酒店旅游部的支票开给了彭河青旅。除了旅游部的正常收费外，饭店的贴身管家出店服务这项业务，我们以前还从来没有开展过。所以收费标准，我们想请示一下。国内的其他酒店恐怕没有提供这种服务的，没有可参照的。既然是客人的特别要求，我看索性就开价高一点。这个别客气，从这位客人的身份上看，他肯定不在乎这点小钱了。既然我们的贴身管家服务已经取得了客人唯一性的认可，说明客人对我们的服务已经产生了依赖。不可替代的产品在价格上稍高一点也是完全合理的。在营销理论上讲，不可替代的产品，也就是无价的产品。我看贴身管家出店服务的收费还是按照我们导游的收费标准计价吧。客人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对我们某项服务产生了依赖心理的，我们借机宰客有落井下石之嫌。从理论上来讲，现在大多数企业已经把追求的目标从利润转变为顾客，也就是说，追求的是顾客的忠诚度和信赖度。所以，企业的行为都必须强调信誉和诚实。酒店不是游商，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一切服务、一切价格都必须真实。对，只有真实才能建立信誉，有了真实，自然会赢得顾客。我们就按照导游的标准收费，这样也符合成本的实际情况。我们这次提供这项服务，重要的不是要赚多少钱，重要的是要保障5星饭店品牌的质量。好吧，那我们就按这个原则给客人报价。对。来，动作！来！哎，小姐，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你找谁呀？找黄总。哎，黄总现在不在。他在哪儿？他在哪儿？我怎么会清楚呀？您要找黄总，得先预约一下。小姐。小姐，哎，小姐，小姐。唐豆豆，找我有事吗？我要知道真相。真相？什么真相？那场比赛的真相。那场舞蹈比赛，我们的冠军是你出钱买的吗？对，我是出了钱。我出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你们真实组合的名次。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插手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人出钱去买这个冠军，买来的冠军
我们不需要，不需要。过去，我出钱支持你们训练和参赛是公司行为，因为你们是盛源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后来，我出钱让你们夺冠，是因为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我的老板，我跟随他20多年，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知道，他非常爱你的母亲，他也非常爱你。但是，为了他的事业和家庭，他不能和你们母女相认，他独自忍受了20年的痛苦。可这些和我们的比赛无关，和我们的冠军无关。现在，我没有能力让你享用你父亲留下来的财富，但我想为你做点事。为你做事，可以慰藉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如果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你的话，那就是为了你的父亲。我要报答你的父亲。你是怎么跟刘军交代？刘军又是怎么答应你？这点事让你们办成这个样子，我都是按你说的交代的。刘军怎么会？你交代清楚没有？我一再跟你讲，这件事暂时不要让那女孩知道。你要是交代清楚了，她怎么会知道呢？公司出钱这件事，她是怎么知道的？我都交代了。我跟刘军说的一清二楚啊！是你没讲清，还是他没听清？你要是交代清楚了，他怎么还会去跟那女孩讲呢？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